但是我鼓励所有的外国人，如果你要成功的在台湾，你最好做这件事情，那就是不要想说你结婚的时候你是跟你的太太或先生结婚的，你们不重要。嘿，大家好，Justin 教授又来了。今天的题目呢，就是我居然住在台湾快30年，可是还是会让我觉得不习惯，或是说觉得有点过度可爱或是好笑的事情。那第一个，每一次我告诉人家我住在台湾多久，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我跟人家说啊，请问你在台湾多久？29年。然后他们就会问我说啊，你住的习惯吗？没有，怎么不习惯呢？我在台湾29年，如果我不习惯，那怎么办呢？那直接去跳楼就好了。这个就是蛮可爱啊，因为他们就好像觉得说，哇，你还可以受得了在台湾这么久。没有什么受得了啊，非常的欣赏。所以住的习不习惯，你们可以放心啊。大致上，如果你住在这里超过5年，你大概就是习惯，不习惯就真的完蛋了。那问完你习不习惯，第二个问题大概呢就是你会不会用筷子 ？OK， 我必须诚实跟你们说，我不会用筷子。29年在台湾，我还是不会用筷子。先生、小姐，如果我住在台湾这么久，不会用筷子的话，那我是不是早就饿死了？又不会长得像我这样这么胖呢？你们不相信我会不会用筷子？我马上表演给你们看哦。来，我就是拿着筷子这样子，这一碗苹果啊，这是我太太切的，其实她只是切给小狗吃。我太太从来没有自己吃水果，她也不切为了给我，或者为了给她自己，只有小狗在吃。你们不相信教授可以用筷子吃，我就证明，我就把它这样子啊，就这样啊，筷子不是这样用啊，被我骗了，哪有那么白痴啊？来啊，我技术很高啊，筷子拿了啊，就这样子，而且你捡不起来有点丢脸，没关系。你看啊，很简单，不要让我老婆知道我是在吃狗的苹果，很简单啊，哪有难啊？这个3岁的小朋友、4岁的小朋友都可以用啊，还问我会不会用筷子？你们是把我当作是白痴吗？还有我知道那个就是有趣的在问，其实我用筷子有时候啊，我很喜欢吃花生酱，因为我吃素，我表演给你们看哦。这个，但我太太说筷子不能插，不然插的像拜拜啊。他很讨厌我做那个动作，我说不会啊，我在台湾29年，我懂的，就是拿个筷子，他不爱吃 peanut butter， 所以不要担心是我自己吃的，我还用筷子就挖出来一些 peanut butter，那就好啊，这是 Costco 买的，这个蛮不错。Anyway。我是说过我不拍影片关于吃的，所以各位很放心，我会用筷子。赞哦，教授，恭喜你。那筷子还有个优势啊，你耳朵痒的时候啊，你这边吃，开玩笑，不要这样子做，很脏。低级。如果你喜欢，请订阅，订阅很重要，你不订阅我就会觉得不习惯。第三点，瞬间的逻辑，从会不会用筷子，你懂不懂怎么结婚在台湾？来，我跟你们讲哈，在台湾结婚的时候，没有人会记得你穿的多漂亮的衣服，你长得多帅，或是你健身了多少，或是你变得多瘦，他们只有重视吃的菜好不好吃。可是在国外他们重视的是什么？就是你长得怎么样，很肤浅啊，就是你外表长怎么样，然后 party 是怎么样，然后你喝酒有没有喝醉了。在台湾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结婚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我不能习惯，但是我鼓励所有的外国人，如果你要成功的在台湾，你最好做这件事情，那就是不要想说你结婚的时候你是跟你的太太或先生结婚的，你们不重要 OK， 你们是玩具，重点是你们2个家庭并在一起。对了，真的你不重要，不要像那些美国的女生那个疯狂的那个 crazy bride 那个疯狂的新娘或伴娘，他们就是要办什么很大的去夏威夷结婚啊什么的。在台湾，如果你妈爸说你们今天结婚就是在我们家外面的路边流水席或是板凳，你就乖乖的点头说妈妈爸爸好啊。因为你不做这些事情，他们有一辈子的理由来念你。工作不顺啊，就是因为你那时候没有听我的话。小孩子先生女的没有生到男的，没有生到男的，把这个删掉。反正你小孩子生出来啊，可能3个头啊，或是6个脚啊，就是因为你那时候没有听我们的话。所以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听妈妈爸爸的话，尤其是
台湾的这一边啊，因为国外的妈妈可能不太有意见你，但我们在国外，我们就是觉得，婚礼是我们的代志啊，是我的事情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还好啦，我自己就是去接受这件事情。下一个事情，在台湾最奇怪的是，管你长得多安全，其实你知道我就是说丑的意思吗？台湾人一定会说，而且是很真心的哦，他们不是什么狗腿或者拍马屁，就是很真心的说，你长得好像某个明星啊，你可能是长得很邋遢，他就说你长得像什么尼克莱斯 KG 还是谁啊，真的很可爱啊。真的是蛮好笑的，因为以前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我有几个朋友就是长得非常的安全啊，安全到他们可能在国外没有人会想要看他们，在台湾他们就被称为是好像某个明星一样，连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我长得像 Matt Damon 啊，还是什么的，但是可能有一点像啊，但是而且我觉得我比他帅，现在说实在说，我们就要把 Matt Damon 来讲 ，anyway。这个也蛮好玩的，再来觉得还是很好笑很可爱的事情，不管你的中文讲得多烂，你可能顶多只能讲2个字，就是你好，一定会某个台湾人跟你说，你国语做好，你good 哦，厉害哦，厉害个屁啊，这个厉害在哪里？这2个字，我以前就觉得很有趣哦，因为我跟人家说我在台湾29年，他说你国语真好啊，然后我就问说29年了，不然呢要怎么办呢？要不好吗？当然就是要好啊。Actually， 以后我会拍一个影片，关于我如何学会中文，在8个月以内啊，从零到算流利的。所以在台湾能够打开你的嘴巴，产生一个声音，听起来像中文，就是说，你国语做好，很棒哦，很棒哦。我觉得台湾可能是太喜欢鼓励人家，就像我们这一次的奥运我们就很鼓励，这是好的事。有时候我还是觉得不习惯，因为我有时候就是会用很淡定的脸，你国语真的好，不然呢？你要我怎么办？要不好吧？所以这个蛮好玩的。下一个问题是慢慢的变比较少，就是如果我走在外面，小朋友看到我，第一句话，美国人，小朋友们，各位我的观众，我知道你们大概可能也有自己的小孩，跟你们小朋友说，不是每一个有白皮肤跟蓝色的眼睛跟金发或是咖啡色，是像我下边灰色的头发，都是美国人。我不是美国人啊，我不是美国人，我是南非人，祖先是英国人，所以这个有时候我都听了就我才不是美国人，而且又那时候 Trump 当总统，那更不想要被称为是美国人。好了，这个就算了嘛哈。我有很多好的朋友是美国人，那我不是在批评他们，但是我自己不是美国人，那大部分这个还是会听到。以前在南部是最多。真的在台南以前20年以前，只要出去小朋友看到人美国人小朋友，我不是美国人，然后那个小朋友会看着你，你是然后我是台湾人，我最爱做这个动作。OK， 可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去餐厅的时候，服务生都会讲这一句话，不好意思，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啊，我很开心你把食物带过来，这个不是犯了什么错误，我知道这是礼貌，但是在国外你想如果你把不好意思反过来的英文就变成说 excuse me 或是 I'm sorry， 你不用被 excuse， 你不用觉得对不起，你没有做任何错事，就把食物放在我的前面就好了。 even 我自己现在也是就学到这个，就是什么都是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救了你的命啊，在路边就是不好意思啊，我先救你的命。台湾就是很爱讲不好意思，就是我们不要那么不好意思我们表现的赞非常的好。还有呢，就是可能这一点是比较属于文化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在台湾父母管制他们的50岁的小朋友太多了，像我的太太还已经好了，反正不讲她年纪但是她已经是长大了，已经也是都在自己赚钱，但是每一次我们回去她只要晚一点睡，他妈就会念你是不是睡那么晚？奇怪，人家不能休息吗？你可能我就举个例子今天可能我不是60岁，有一天我60岁，如果我父母还在的话，如果他们是台湾的父母他们还会可能跟你说你交的这个女朋友不好你去找别的还是你这个老婆她不行她没有在整理家，她没有在切水果给你吃对，她只有切给狗狗吃这个真
真的台湾的文化就是妈妈爸爸控制小朋友一辈子，然后当妈妈爸爸走了之后，这些新的一代的妈妈爸爸做同样的事情。那我知道有稍微开始 changing 啊，有在变化中，可是这个现象我个人是不习惯。大致上我从6岁的时候就完全独立，就是做自己的事情，就自己去外面打工。好了，没有到6岁啊，但小朋友可能就很年轻，可能我们16岁有时候可能就去打工。我真的是16岁的时候15岁就开始做一些打工，为了赚钱哈。那在台湾父母就说你什么都不要做，我们就帮你来啊，这是文化的差别。 And even 我把我自己当作是台湾人，但是这一点我是还是觉得不太习惯。最后一个讲关于保护小孩，我就是说每一次我看到婴儿 baby 在台湾夏天的时候外面热的半死，你放一个蛋在路边那个都会就变瘦了，妈妈爸爸都把小朋友抱起来好像是在北极一样啊，热的要命，可是就是好像很担心他会感冒。感冒没有那么容易的事 OK， 现在有疫情，这个有可能比较容易，但是感冒没有那么容易，这不是因为你别冷而感冒，反而呢我每天都是用冷水洗澡，这个是避免让你生病，冷不会让你生病，是你的免疫系统变弱才会让你生病。所以小朋友被包的热的要 Oh my god， 不要这么做了哈，他不是要作为烤地瓜还是什么，还是让小朋友痛风了。好，各位，以上是我觉得台湾最不习惯的事情。如果你喜欢请订阅，订阅很重要，你不订阅我就会觉得不习惯。下次再见。